各位同学，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 CTFT 与 DTFT 之间的关系。那从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来知道取样定理的由来。那各位知道取样定理就是我们的讯号的取样频率必须是我们信号的频宽的2倍，至少2倍以上。那往往这样的概念，我想大家只知道它的由来，只知道它这样的想法，但是不晓得它的理论证明为什么是这样。那这个 part 我们就 CTFT 与 DTFT 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来推导来证明为什么取样定理是说我们取样频率必须是信号频宽的2倍。好，那我们来看下去吧。这个单元我们一开始先复习 CTFT。那 CTFT 是什么呢？主要 CTFT 是用在连续时间非周期信号上面。那我们来回想一下，主要是有合成的函数以及分析的函数。所谓我们的一个连续时间讯号 S of t 可以用 CTFT S of f 来表示。那分析呢，就是 S of f 可以用 S of t 来表示，就是 CTFT。主要它 S of f 是代表我这个连续讯号在频谱上的信息。好，这边举个例子，我们这边有一个连续时间信号，它是个脉波，然后我们透过 CTFT 之后，我们可以得到它频谱它的 spectrum。所以我们看到它频谱是这样的波形。好，所以这代表连续时间信号的频谱。所以由 CTFT 我们可以直接将连续时间信号求得它的信号的频谱。那 DTFT 用在我们离散时间非周期信号上面，我们主要是看到2个式子，第一个是合成的式子，第二个是分析的式子。也就是说，我们的离散时间 S of n 可以用 S of omega 来表示，那 S of omega 也可以用 S of n 来表示。这边看到的 S omega 就是我们在频谱上的特性，也就是说，这个离散时间透过 DTFT 这样的转换得到频谱的特性，由 S omega 来表示。这边要特别注意 ，DTFT 所得到的 S omega 这样的一个函数，它的周期为2拍，它是一个周期的函数，它的周期是2拍。我们之前介绍过了。好，这边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信号，像刚才那样的连续时间讯号，现在透过取样完之后，得到这些取样点，经过 DTFT 的运算之后，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离散时间信号的频谱。这边看到我们这些频谱都是重复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DTFT 的波形是有周期性的。每2拍重复一次。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DTFT 跟 CTFT 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2个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从他们的最源头，它的讯号来讲。首先，我们看到 S of n 就是离散时间讯号，那 SA of nt 就代表原本的连续时间讯号。我们现在透过了一个取样时间 t 来对这个连续时间讯号来做取样，得到 S of n。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刚才的 DTFT 的公式，我们 S of n 可以用 inverse 的 DTFT 来表示，也就是说 S of n 可以用 S omega 来表示，也就是这个式子，这个合成的式子。接下来我们这时候做一个变换，我们将 omega 用2拍 f 来表示，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信号整个式子把 omega 换成 f 来表示，所以这边它的上下限也变成了1/2跟-1/2， omega 也换成了2拍 f。接下来我们从刚才的式子，我们继续来推导。这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小写的 f 等于大写的 F 除上 fs， 这边大写的 F 就是这个连续时间讯号的频率，那 fs 就是我们的取样频率。所以我们从之前的单元我们也知道，离散时间的频率 f 小写的 f 等于连续时间的频率大写的 F 除上取样频率。所以经过这样的
代数变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写的 f 换成这样的式子，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特别注意到，我们这边把大写 F 透过一个变数变换，所以我们上下限也变成了 fs 除以2这样的上下限。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连续时间信号。我们刚才看到了 sa of nt 一样可以用一个 inverse CTFT 来做表示。好，也就是这个式子。那这边我们注意到它的原本的小写 t， 也就是时间变数，我们用 nt 来表示。好，这时候 t 是取样时间，也就是取样频率分之一，所以我们再把大写的 t 换成 fs 分之一，所以可以表示成这个式子。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探讨，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的积分，我们这边做一个小技巧。刚才的积分是从负无穷大积到无穷大，然后这边一个技巧是说，我们可以把这积分的式子看成许多方框的个别积分，然后加总起来。所以看到每个方框，举个例子，这边有个方框，它的范围是负2/fs 到 fs， 然后每个方框它的位置是从 k0 或是 k 从负无穷大到 k 无穷大，所以等于说我们做一个负无穷大到无穷大的积分，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方框个别积分，再把它全部加起来，然后每个方框它频率的范围是依序调整 k 的值，然后它的频率范围是负2/fs 跟2/fs 之间。所以我们来看刚才积分的式子，就可以直接变成这样的变化。好，刚才是一个无穷积分嘛，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的积分，我们就把这个积分的式子换成了这样的一个 sigma 的符号，代表它有无穷多个方框，加上每个方框的范围是 k 加2/fs 与 k 减2/fs 这样的范围，做这样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说，再把这式子我们再来比较，我们最后得到了说，我们刚才那个式子 CTFT 是这个式子。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来做个变换，我们将刚才的式子，我们把 f 大写的 f 同时减掉 kfs， 一旦这样相减之后，我们发现到说它们的变数以及它们的上下限范围都做了变化。那至于后面的 df 变成了 df 减掉 kfs， 那这样的后面的 kfs 经过微分之后是可以约掉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加法 sigma 跟积分的符号做个对调，得到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叫 b 式，与前面从 DTFT 所得到的 a 式，我们来做一个相等。这是我们从 DTFT 得到一个式子 a 式，那 b 式是我们刚才得到的一个式子。那因为我们知道离散时间讯号一开始的本源就是从 s of n 等于 sa of nt 这两个相等得来的，所以这两个 a 等于 b 式。一旦 a 等于 b 式，我们发现到说，蓝色的框框部分两个是要相等的，因为其他部分大家都一样。既然这蓝色框框部分等于相等，我们就得到了 CTFT 与 DTFT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式子。所以当我们把大写的 f 换成小写的 f 乘上 fs， 我们可以把这式子改写成这样。接下来我们再把 fs 提出来，也可以得到另外这条式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探讨 f 大写的 f 是介于负2/fs 与2/fs 之间的话，那基本上 DTFT s of f 与 CTFT sa of f 它们之间关系是这样的式子的关系。各位同学，从这个 part 我们知道 DTFT 跟 CTFT 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考虑2/fs 到2/fs 之间，基本上 DTFT 也就是 s of f 跟 CTFT sa of f 之间的关系，中间只乘上了一个常数是 fs 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 DTFT 上看到的波形是 CTFT 的波形的重复，每2拍2拍的重复。从这个概念，我们下一个 part 我们会来探讨我们的取样定理。也就是说，从这样的关系式，我们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讲的取样频率必须是信号频宽的2倍。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part 吧。